我们的总部就设在皇宫的对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虽然不是做官的，只是做一个商人，其实和做官没什么分别啊。怎么说这怎么说啊？你想想，一个州府职官，年俸呢，也就是几百担大米左右；一个大将军，年俸也就是1000几百担呢。多少钱呢？加起来不及我审计一个商行1年的收入。就算你是个万户侯，1年的收入也没有我们天下第一米行的一个米仓多。那么我们还用皇上封官吗？我们自己封自己就可以了，封一个王侯又如何？这叫速封。这只是说笑而已啊，千万不要到皇上那儿告我一状，不然的话我可就惨了。哎，动筷子，动筷子啊，动筷子，吃。来吃。哎呀，沈老板，恭喜恭喜呀！哎呀，你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摆酒设宴，也不请我同谋。佟大人公务繁忙，小民怎敢打扰？俗话说，请席不如撞席。来来来，哎，请。佟大人，听说皇上在苏州寒山寺建了一口铜钟。是啊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今晚我们一起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上山撞他一百下，如何？慢，皇上有旨，自铜钟悬挂之日起，无论是谁撞钟一下，须捐铜钱100贯。哎，这100贯得穿多少铜钱呢？你想要撞钟100下，多少铜钱才够你们撞啊？佟大人，你是怕我们捐不起吗？不，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没问题，只是小意思啊。大家吃饱饭之后呢，我们就上山撞钟。好。哎呀！好，慢点！快点！哎，兄弟，今晚大家都要高兴，我可不想看见有任何人皱眉头。来了！小春，来。好，来啊，每个人都撞，想撞几下就撞几下。重点，撞一下要1万个铜钱。无所谓啊，只要我的伙计高兴，今晚我沈万三花多少钱都无所谓。来啊，下一个。好，我来撞。这撞钟之人是沈万三吧？皇上圣明，一定是他。哦，沈万三撞钟的声音，你也能听得出来？除了他呀，没有人比他更有钱的了。就因为他有钱，你是熟悉钱的声音吧？你的耳朵不错呀。谢皇上夸奖。他这一下一下的撞，得花多少钱？哎呦，沈老板要是知道了皇上的这番怜惜，一定会感激涕零啊。不过皇上别替他担心，
听说沈老板家呀有一个聚宝盆，近几年财源滚滚，不觉如大江东流啊！你对沈万三非常了解啊。回皇上，江南富户甚多，苏州除了沈家以外，有苏家、陆家、胡家。好了，佟大人对民情了解甚详，朕应该给你加官进爵啊。哎呦，微臣叩谢皇恩。那么朕封你个什么呢？皇上，集贤阁还有一个缺额。好，朕就封你为集贤阁大学士，从5品晋升3品。微臣领旨，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起来吧。微臣陡升3级，深感皇恩浩荡啊！来人，在。给朕剥掉佟浩南官帽袍服。皇上，微臣所犯何罪呀？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知体恤百姓，却厚结富民，依傍豪门，显然是垂涎钱财，心怀贪念。哎呀，皇上圣明啊，微臣冤枉啊！够了，朕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你可明白，削你一个从5品的知府，你未必心疼，可是刚刚到手的3品大学士，得而复失，感觉如何啊？微臣痛不欲生啊！朕念你办事勤快，免去死罪，降你为大内差役，随驾戴罪听用。谢皇上宽恕之恩。刘爱卿，在。你也是沈万三旧交，明天咱们一起去登门拜访，朕倒要看看他有多富有啊！连我大明的官员都要去套他的近乎。皇上，您现在是95之尊，还忘不了旧情，也是万民之福啊！这个沈家钱多的像金山银山，如果不是去南阳，真舍不得走。兄弟，委屈你了。我奉东家之命，准备带你出海，没想到你却来偷东西。哼！多会过人王啊！怎么这么多人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这样的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太惨了！是二扣子家的。大嫂，沈万三有礼了。不知沈万三什么地方得罪了大嫂，或者大嫂有什么事情记仇于我？天下没有不能商量的事情，大嫂何苦出此下策呢？嗨，
好一个出此下策！难道还是死人的不是吗？啊，谁活得好好的愿意死啊？他要是没有天大的冤情，怎么会吊死在你沈家的门上？大嫂魂灵在上，沈万三有千个不是万个不该，也要先让你落地，然后再行赔罪。妈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哼，你也知道有个死人吊死在你们家门口，你不体面是不是？你越怕难看，我就越让大家看看，他为什么吊在你们家门口。他要没有天大的冤屈，怎么会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这儿？大伙说是不是？是啊。苏万成，是啊。你是幸灾乐祸，故意想把事情闹大是不是？对不住沈陆二位，如果他不是我苏家伙计的遗孀，我苏半城绝不会出面。对，苏老板说的对。不过你不让我把他放下来，固然对我沈万三的声誉有损，但是对死者的尊严更加伤害。哼，沈万三，你今天就是磨破了嘴皮子，不把事情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让他下地。一天不说清楚，一天别想下地；一个月不说清楚，一个月别想下地。他不上别人家去，为什么偏偏吊死在你沈家门口？这是他用自己的死来为自己鸣冤叫屈，这是一个弱女子用自己的死来求得大家的同情。你沈万三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就是啊，说个明白啊！你能断定大嫂她是在我的府门上自尽而亡？笑话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大家都看见了吧？人还像鱼竿一样挂在他们家门口，他就开始抵赖。刚才我如果让他把人放下来，那就更说不清楚了。现在大家都看见了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那么陷害我的人也太不小心了。哼，证据确凿，哪儿来陷害你的人呢？请问苏老板，我沈府门有多高？你沈家门高户大，大概有10尺吧。请问苏老板，一张板凳有多高？1尺5。请问苏老板，死者身体有多高？4尺5。请问苏老板，死者的家住在哪里？哼，他们家就住在苏州城东。你问这些干什么？我当然有我的原因，现在就说给你听。我沈府门梁高9尺，快10尺，一张板凳高最多2尺，死者身体高4尺，最多5尺，中间距离还有2尺，快3尺高。请问死者是怎么吊上去自尽而亡的？死者家离我家差不多要有2个多时辰的路途。请问一个人临死之前还有没有心情租一个轿子，然后坐着轿子到别人家门口去自尽呢？如果没有，是走的话，那么你看他的鞋呀，为什么会那么干净啊？哎，这刚才万三哥已经指出诸多疑点，显而易见，这个女子是死了之后才吊上门框的。何以见得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她脖子上有2条极深的勒痕。难道说一个人死了之后还能再死一次吗？胡说八道！如果我是胡说八道，那么我刚才提出的疑点你怎么解释呢？解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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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释不出来。那么说，就是有人嫁祸了。那苏老板一定知道内情了。好，好，沈万三，我们暂不说二扣子家的是怎么死的，我只想问你。杀害二扣子的凶手已经判了死刑，现在却还逍遥法外。你跟大家说说，你耍了什么样的花招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纵容避凶之罪？我当然知道纵容避凶之罪，但何来纵容避凶之说呢？我告诉你，杀害二扣子的凶手左撇子现在就藏在你们沈家。进去搜。搜到了，我和你去官府；搜不到又如何呢？如何？如何？对啊，如何？如何？我让你跑，我讲，
在你那儿。没错，他就是苏陆两家伙计械斗当中犯下命案的左撇子。我沈万三和陆春香绝不护短，就交给你办。但是如果苏老板一定要追究的话，我就和你一起上公堂，一起去。左撇子的事要查明，这遗失嫁祸的事更加要一并查明，去不去？好，沈万三，算你有本事。麻烦你啊，把大嫂的尸体拿走，麻烦了。沈老板果然不同凡响，苏某领教。告辞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这个沈万三不止一次的在人前人后口口声声说他是皇上的结拜兄弟，望皇上一定把他拿下，否则的话留在苏州贻误国师。你说他？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沈万三。我们确实是患难之交的八拜兄弟，对吧，沈兄弟？真是结拜兄弟。童知府，臣在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和童知府无关，一切的事情都与小民有关，一切的责任由小民承担。万三哥，皇上的面前你怎么能？皇上，全都是因为小民的一念之差，这件事情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相信皇上也非常清楚，小民对左撇子的同情之心和同情之切。二扣子他杀了我爱妻，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但是左撇子又杀了二扣子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他虽然是杀人凶手，但他却是为我报了仇。皇上，所以我才不惜一切袒护左撇子，请皇上圣裁。皇上圣明，您是我大明朝的皇帝，不是他沈万三一个人的把兄弟。皇上，更何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这个沈万三不过是一介草民，请皇上治他的罪，他不是真正的皇亲国戚。对啊，请皇上治罪。我大明朝的法典严明，杀人者偿命。左撇子，虽说二扣子杀人罪该万死，但自有我大明朝的法律来判案，岂由你越举代跑？朕今天就判你发配南阳，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不准回来。谢皇上不差之恩，微臣知罪，微臣知罪。身为朝廷命官，徇私枉法，罪不可恕。朕就罚你为借差，亲自押解左撇子去南阳。罪臣叩谢皇上不杀之恩呐！沈万三，在国法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你所犯下的过失，朕也不能不罚。这样吧，朕就罚你提供他们二人去南阳的一切费用。谢皇上。此女由苏家带回，此案则令苏州府判定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皇上，民女陆春香还有一事请求。皇上，她是万三的义妹陆春香。二扣子家的之死，无论是自杀或他杀，都与我们陆家有关。民女请皇上判令她的遗孤由民女收养。朕准了就是了。谢皇上。义妹，万三兄弟，你什么时候认了这么个贤惠美丽的义妹啊？结义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这一声？有眼光，有眼光。哎，皇上，既然来到小民的家门口，不如进屋里坐坐。哎，别小民小民的，你就说请朕到兄弟的房里坐坐不就行了？带路吧。来。
马三兄弟，果然是今非昔比呀！啊，小民也没想到，皇上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平定元兵、汉王、成王，坐拥整个大明天下。是啊，你沈万三不也是在同样短的时间内，已经做到了复比王侯了吗？要多谢啊，就得多谢老师。当年呢，他开了一个治穷病的药方给我。哎呀，说来也惭愧，老朽只不过是尽了绵薄之力。皇上是马上天子，得天下全凭他的文治武功。你沈万三有今日之福，也全凭你的努力和勤奋呐。朕有一句上联：大明君一统天下，囊尽南北。万三兄弟，是否能对上一句啊？老百姓家徒四壁，没有东西。老百姓家徒四壁，没有东西，倒也对得公正。只是这内容嘛，皇上千万不要介意，万三只是对的现状，并非因果。算了，朕不犟罪你就是。既然是老百姓家徒四壁，也没有东西，而你沈万三却富可敌国。万三兄弟啊，要是将你的财产分给天下的穷困百姓，你以为如何呀？哦，小民当然认为不可。哦，打富济贫，尤其是永远的打富济贫，只会使天下以后就没有富有之人，反而使穷人有了依赖。朕还以为你沈万三一贯出手豪阔，想不到轮到自己的时候，也是逃不掉这小气二字啊！皇上，沈万三绝非视钱财如命、一毛不拔之人。只不过皇上如果要沈万三把我的家产分给那些穷人，只不过是化整为零，天下人是分到了，但是无济于事，根本对民生没有什么大作用。照此说来，按你的意思，对这些穷人该怎么办呢？发展生产，提倡经营。发展生产，提倡经营。在财富不变的情况下面，让穷人富有，那么只有使富有之人变穷。但如果在财富增加的基础上使穷人富有，那么就会使富有之人更加富有。啊，不用说了，反正你沈万三是舍不得割肉放血。不是的，如果皇上真的要沈万三割肉放血，我绝无怨言。只不过要我沈万三一个人割肉放血，这只能使苏州城半个城池的穷人不再是穷人，但是天下的穷人依然是穷人啊，皇上。朕要的是兼济天下，而不仅仅是着眼于苏州一城。这就对了。小民的富民行动正合皇上的意思。皇上您想想，如果天下人都富有，那么就国泰民安了。皇上您再想一想，如果稍微有一个人比较富有一些，就要将他的财产分给那些穷人，那天下人有哪个还敢致富啊？圣贤有言：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民富则国强。如果我们大明的百姓个个都是富有之人，我们的国家有多强，可想而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沈万三也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，没有特别的富有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也就没有陆半城，没有苏半城，因为全国上上下下都是富有之人。从此，皇上的大明天国也就再没有穷人了。皇上，好吧，那就让时间来验证，看看究竟是你对还是朕对。起驾。恭送皇上圣驾。
外面何人？给我拿下！快！皇上，刘爱卿，外面有刺客，不是刺客也是妖孽。你看那窗外妖影跳跃。皇上，殿外并无刺客和妖孽，只是侍卫巡查和风声树影搅扰的皇上不得安宁。御林军，来，给朕把窗前的树枝都砍了，不，连根都拔了。是。刘爱卿，是不是朕得天下时杀戮过重，现在都找上来了？皇上，请休息吧。东家，他们就是欺负我老实，一个个懒懒散散，哪像做生意的样子啊？地上碎皮子乱扔，怎么说就是不听。有顾客上门还这样？沈老板都是老实头没用。是啊，来，哎呀，这个嘛，怎么还不容易呢？大点小子，怎么回事儿？急什么呀？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来，给你，来，东家，老板来了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来看看大家，顺便带了2份礼物。老板有心了，老板来看我们，礼物就不必了。是啊。哎，东家，你两手空空，礼物呢？有啊。那，这是送给大家的第1份礼物。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字啊？老板，这是做生意的义字啊。那么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义字怎么写呢？上面是个立字，中间是个日，底下是个心。对，这就是做生意的意思。哦，对啊，原来是做生意的义字啊。为什么你们会写不会做呢？生意应该是怎么做呢？应该每日站立着，用心和顾客沟通。你看你们呢，歪歪斜斜的，东倒西歪，懒懒散散的，怎么做生意呢？给你，谢谢老板。捡钱你就这么积极这么快啊？那为什么一地瓜子壳碎皮子，不积极点帮我捡起来？好了，先起来！太阳还没有那么快下山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捡。先收了我第2份礼物好不好？不过我猜这份礼物你们一定不敢收的。这双靴子认不认得？我们店铺的吗？挺好的，定价是你们半个月的人工，送给你了。老板，不止你有啊，你也有，个个都有。以后呢，你们每人每日都给我穿着一模一样的靴子来上工，直到收工的时候才让你们脱下来。老板，我们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啊，你们也知道有顾客投诉，在我们的店铺里面卖出了一双有钉子的靴子。怎么能这样啊？啊，这么长的一根钉子，你们可以视而不见就把它卖出去了，啊？那好，既然是我的伙计做的，你们又都不肯穿，那我做东家的就试穿一下，我看看这双鞋是不是穿上能够步步高升啊？老板，不要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老板，别这样。脱起来，将心比心，以己度人嘛。如果这双靴子是卖给你娘，哎，你会不会多看2眼才让她穿呢？啊，我只是想问你们一句，以后你们是不是打算继续做一些毛毛糙糙的次品给顾客啊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就关了这个店算了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我们懂了，我们以后不会了。是啊，老板，不会了。那你们说的很大声的啊，那我就多给你们一次机会啊。
没有下次了。开工了。哦，开工啊！东家，等等，有几个番人想订购一批皮袄，买了一件样品回去，结果发现衣服上有一个大洞，不但毁了大笔的生意，而且那些番人扬言要把皮袄钉在大街的墙壁上，要让大家看看皮货行的皮货到底是什么样的。那些番人住哪个客栈？我去找他们。你想挨骂呀？因为我们做错了，被人骂是应该的嘛。你不想我挽回这笔生意吗？还有希望吗？没有希望了。哎呀，是你呀，沈万三，这皮货店原来是你开的？怎么这么巧？原来是7位啊！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刚到贵国，想组织一批货回去。哦，恭喜各位啊！恭喜各位在我们店铺买了一件这么好的皮袄。哎呀，真是恭喜！一件次品有什么值得庆贺的？是啊，那么你就错啦，因为在下曾经定下规矩，如果有谁这么好运，买了敝店唯一一件次品，那么他就中了年终的大奖，奖品是价值远远超过这件皮袄价格的南宋龙泉古瓷，价值不菲啊！请7位收下。大明的商人就你沈万三最古怪。不过这次是例外，下一次你们那批订单的皮货可就没这么好运了，因为件件都是货真价实的正品了。那么这次事呢，还要请各位多多原谅，多多包涵。那这次就算了。那就算了，算了。啊，请坐。阁下的买卖做得真是不错呀。目前我们的生意呢，还仅限于国内，下一步的目标呢，希望可以拓展海外市场。就像你们一样啊。你也想去我们国家？想啊，不过我想去玩，不想去做事。我认为这样吧，不如我们能够合作，大家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的话，在生意上来讲，我没有必要去贵国呀。你们也可以减少跨海之苦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做成我们想做的生意。能否说清楚一点？很简单啊，那我在大洋此岸，你们在大洋彼岸。如果我们大家可以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贸易合作关系的话，我呢，帮你们在我们这里筹集你们想要的我国的丝绸啊、瓷器等等的货物，而你们呢，在你们的地方帮我筹集我们大明朝想要的什么象牙呀、香料啊、药材等等的货物，然后我们用相互都能接受的价格，一次性卖给对方也行，由对方经销也行。那么中间隔得那么远，怎么收货呢？就由专事航海的海客来负责运输，这一点你们大可放心，在下的造船厂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海船可以作为运输业的用途。那么就以这次皮袄订单为例啊，如果我们已经建立了贸易合作的关系的话，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跑那么远的路了，可以在家里喝着茶，吃着水果，舒舒服服的收获。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呀？请恕我不能接受你的建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你的建议是好还是坏。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多诈，我们还得回去好好的商量。对的，对的，三思而后行是对的。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骗人的。这样吧，我沈万三随时等候你们的消息，期待合作。我们告辞了，请。告辞了，告辞。走吧，走吧。请。东家，他们怎么这么嚣张啊？没事。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下坡！拽着点，拽着点！哎呀，慢点，拽住了！哎呦，怎么搞的？哎，拽住了！太陡了！哎呦，太陡了！怎么搞的？哎呀，小心！哎呀，不行了！哎呀，坏了！卡住了，怎么办？一起搬吧，来啊！我过去看看。一起搬啊！1、2，哎呀！1、2，哎！
再来，来，1、2，是不是去帮帮他们吧？是，帮帮他吧。我们在中国要学学他们的规矩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？什么？叫“个人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。听说过。快点！下雨了！快点！小心点啊！跟上！哎，小心点！快！再来！哎，兄弟，天快下雨了，你赶快把道让开呀！我们车上装的都是盐，不能淋雨。哎呀，你也看见了，把道让开，我的车也卡住了，我也过不去啊！你想想办法。哎呀，想什么办法呀？快一点啊！雨就要下来了，我们的盐怎么办呢？卡住了，推不动的，没办法呀！你再想想办法，快下雨了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搬不动啊！喂，你这2车水缸值多少银子？值3两。那你们8车盐值多少银子呢？50两，差不多吧。你的缸卖不卖？卖。你的车卖不卖？卖也卖。连缸带车多少钱？5两。我全买下了。哎，那你拿去啊！不拿了。推下山。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哦，如果一下雨的话，你们的盐就完蛋了，是不是？来啊！好，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快点！哎呦，这沈万三真是聪明啊！快！快点！哦，快点！快点！后面的快点跟上！快点！啊，沈老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啊，真是的，这么巧啊！游山玩水，遇上这么大雨，真扫兴啊！大哥，这马是我的。啊，沈老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是啊，这么巧，出来游山玩水。遇上这么大雨，真是扫兴啊！哎，大哥，这是我的马呀！对呀，沈老板，这匹白马好像是我6弟丢失的那匹赵叶狮子白。不会吧？这是我陆家的玉兔玉鹏雪，怎么会是你们的马呢？不可能啊！你看这腋下的2撮黑毛，绝对不会错，一事无二啊！真是我的。你再仔细看一下，刚刚明明是我们骑过来的，是我们家的马。我的马刚刚才丢，或许你们捡到的，难道我连自己的马都不认识吗？哎，你的意思是说啊，是我偷了你的马？我没有瞎说呀，这匹马真的是我的。喂，好了，既然你说这匹马是你的，那就给你们用了。诸位玩得高兴点啊！来，啊，马找到了就好。哎，好啊。哎，那么有点不太像啊。你的马眼睛不是这样的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不是我那匹马呀！大哥，你看，陆姑娘。哦，我的马，这是我的玉兔玉鹏雪。没错，这匹马的确是陆姑娘的玉兔玉鹏雪。刚才我们弟兄如有得罪，还望陆姑娘原谅啊！请原谅，原谅。区一匹白马，我朋友怎么会计较呢？对啊，我怎么会计较呢？沈老板，通过白马一事，我们七兄弟对你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。我们七兄弟商量过了，在生意上你还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。好，好，多谢诸位的信赖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展开全面性的合作。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对。大家合作开始，以信为先，那是不是要签订一份契约呢？要签。我们凡人做事就是要先小人后君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兵后礼。
这位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膜拜这画上之人呢？因为他是当今大明首富，当代财神。我拜他，卖他画像挂在墙上，也就把财神爷接回家里了。早晚我也会发财的。发财就那么重要吗？你们是大明的子民，为什么不去拜大明天子啊？皇帝我们固然要敬，但财神爷更要敬，要不然发不了财。到了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光敬皇上又有什么用啊？再说了，这年头谁管你吃上吃不上饭啊？好了好了，这位大哥，你先回去吧。哎啊，没事。刚才这位大哥说出了一些百姓都想说的话，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是非常有道理。民以食为天，自古皆然，但也用不着去膜拜这个沈万三呢。朕早晚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的贫穷都是因为像沈万三这样的人太富了的缘故。哎呀，客官，开伞，晴雨图。客官，您是不是喜欢这画？只要5两银子。这把伞根本就没开嘛！哎呦，您是不是嫌太贵了，开始讨价还价了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割掉你的舌头啊？哎，客官，外面下雨了。刚才这伞明明是合着的，现在怎么就开了？客官啊，您果然喜欢这幅画吗？哎，你看，外面这不是下雨了吗？这幅画啊有灵性，这一下雨啊，伞就打开了，要不怎么叫开伞晴雨图呢？果然如此。果然如此。 5两银子，5两银子。好，摘下来，我买了。哎，你看，跟你说啊，大家都要拜你，你就是不相信。你看，财神，救救穷人！财神，救救穷人吧！对不起，请问你们在拜什么？ 我们在拜财神呢。拜财神啊！这财神是谁呀？大明首富沈万三，这么孤陋寡闻呐！那么财神在哪里？哎呀，你到底拜不拜呀？不拜你就赶紧走。哎！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呀？财神的画像你都敢撕？打他！让我们敬财神。财神在这儿。 住手！我告诉大家，沈万三他不是财神，更加不是用来拜的。如果你们想学他致富，是应该学他的经验，学他做生意的心得，不是说日拜夜拜，天就会掉钱给你，只会越拜越穷啊！你是谁啊？万三大药房和人字号万货行的老板沈万三。除非你们是含着金钥匙出世的。 如果不是，你们想致富的话，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。刚才我扔铜钱扔银子，我扔钱给你们捡，你们都要用气用力，用自己的双手去捡。最后如果心存侥幸，只会落得个头破血流啊！如果刚才有谁受伤了，来我的万三大药房，我会给你们疗伤。记住了，这世上没有财神。皇后，你知道 我买回了什么宝贝吗？什么宝贝？看到了吗？画上这个女人
手里拿着一把伞。这伞虽然是合着的，今天是雨过天晴，等再下雨的时候，这把伞就自然而然地在他头上撑开。你是哄我开心吧？哎，这是真的啊。我不相信。哎呀，你不相信？哎，这天不知什么时候再下雨。等再下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还记得牛舌头为什么舔我的脚底板吗？皇后啊，这回可是真的。好吧，我等着下雨。好，那你就等着吧。朕刚才批阅的奏折，不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，就是那个地方有了大的亏空。你们说说，我泱泱大明朝怎么会国库空虚、入不敷出？是你们这些做臣子的贪赃枉法，还是我这个当皇帝的穷奢极欲不成？都没有，咱们大明朝君圣臣轻啊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臣在没有想出原因之前，臣不敢妄言。你呢？臣以为是商人的事儿。本朝商人太多，商业过猖，商人又欺诈，是国家税银收不到啊。天下的物产就那么多，他们商人搬来搬去，谋取暴利。皇上圣明啊！皇上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那些商人把些东西搬来搬去，最后都搬进自己的腰包，国家能不亏空吗？好，你终于把话说到点子上了。依你之见，该怎么处置啊？既然是商人惹的祸，就应该从商人身上入手。爱卿所言极是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立即下诏，抄他的家。微臣遵旨。这个家伙察言观色，附和朕说假话，阿谀奉承，可恶之极。朕最恨这种说假话的人。如果他对朕能说真话，就算得罪了朕，朕也会欣赏他的。如今这满朝文武，要找到一个说真话的人也难呐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为什么这样慌慌张张？刚才贾大人，不，现在他是侵犯啊！侵犯！皇上下令让我带着诏书去抄他的家。抄他的家？哎呀，为什么呀？王大人，各位大人也不必这样自危。当今皇上英明神武，是一代难得的明君。只要诸位大人，你们为官忠正，努力为朝廷办事，皇上自会赏罚分明，也用不着各位害怕。好了，今天还是请各位大人回家好好反省为官之道。谢谢刘大人，谢谢刘大人，谢谢啊！告辞，快走！给皇上请安。皇后，心口又痛了？传太医了没有啊？落毛病了，盛放药水预备着呢。圣上不要为我担心。要紧吗？我也是将门之女，马上马下出生入死，没那么娇贵。对，皇后，要下雨了。天一下雨，画上的这个人拿着的那把伞就会自动撑开。哎，你听。
下雨了，你呀，就等着瞧吧。开。你倒是开呀！来呀！哎，我说老板，这伞怎么打不开呀？你这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话有灵性，外面一下雨啊，这伞就打开了。快！哎，不灵啊！哎，你是赵云儿吗？是，抓他回去！哎，走，怎么？哎，快点！凭什么抓人呢？你走！哼，看看你这幅画，怎么到了朕的手里，他就不开了？小民该死，小民一时糊涂，没想到糊弄的竟是皇上。小民老实交代，这画原有2张，一张是夹着伞的，一张是打开伞的。那天小民趁皇上不注意，小民就换了一张。哦，果然是无商不奸，无奸不富啊！你们这些买卖人呐，连朕都敢蒙骗，可想而知那些平常百姓了。哼！以假当真，以次充好，你们什么坑蒙拐骗的事干不出来？啊！来啊！在，拉出去，砍了！皇上饶命啊！小的冤枉，这都是小的东家叫小的干的。你的东家是谁？苏州的苏半城。又是这个姓苏的。刘爱卿，你看这件事如何处置啊？严加详查，追缴所有违法经商所得，处以罚金，上交国库。不，朕的家乡亳州很穷，朕要把江南的这些富豪一个个都发配到亳州去。那就先从他这个姓苏的奸商开始。真的，皇榜上是说呀，皇帝要捉拿商人，法办发配，是吗？哎，对呀，皇上要捉拿不法商人。我是商人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啊，你是商人，你还敢来啊？没看上面写着皇上要抓商人，你快走吧！包老板，究竟什么事啊？皇上下旨要捉拿商人，凡是商人都要坐牢啊！是吧？都要抓呀！哎，仁兄，怎么回事啊？抓住他们！都快走啊！站住！快走！为什么抓我？快走！东家，我想，不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生意都卖给姓沈的算了。反正现在天下都是姓沈的天下。你是疯了呀，还是说傻话啊？啊，卖给那姓沈的，那可都是我们苏家的鸡。哥，听我说，那个姓沈的有个天子老爷做靠山。是啊，怨不得女生外向啊！你也护着他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为你性命着想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就不信他姓沈的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怎么这样？你看，你是苏家当家的吗？是啊。拿下！是。慢着，谁让你们随便乱抓人了？我哥犯下了哪一条王法？到了衙门他就知道了。带走！妹妹，记住了，这是让沈万三在保护我们。东家，哥！
别人家都没开业，我们也别开了吧。怕什么？黄宝说只拿那些奸商，我们是老老实实的商人。这话难说，只怕这官府为了应付皇榜，拉我们去填数。好，算了，关了吧。国库空虚，又是国库空虚，没有银子。我大明朝的银子都哪去了啊？难道说都到了那些商人手里？哼！皇上，宫外王御史王大人求见。不见。皇上，那王御史说有10万火急之事。皇上，既然是10万火急之事，是不是宣他进殿？宣。是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启奏皇上，东南沿海发现盗贼，据说是方国珍余部。区区残兵败将，能有什么气候？他们人数不多，盘踞在外海的岛上，福州结阵，伺机作乱，终究是我大明朝的借选之患。那就命令沿海驻军清剿缉拿。清剿缉拿恐难奏效。为什么？如今海外贸易日渐频繁，海船纷纷下水，方国珍的那些余部有时伴着商人上岸，有时又混在商人中间离去，借商人掩护，随海船出没。他们往来如风，飘忽不定，直难缉拿。哼，又是这些商人，还有那些可恶的海船。哼，听说沈万三在苏州的造船工厂，最近下水的海船就在100艘以上，而且通番跨海的贸易屡获成功。别人都弃而仿效，纷纷下海，这海上的局势会鱼龙交混，格外复杂。王弘听旨，传朕的旨意，立即实行海禁，命令所有的船只全部上岸，连一片木板都不许入海，隔断水路联系，以期禁海，务必使方国珍余部在海上漂泊而亡。违令者斩！皇上，这件事还是斟酌一下再定吧。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万三哥，你快点想想办法。现在朝廷限制经商，满街的店铺几乎都关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办法呢，不是没有想过，至少想了100个，但想来想去都没有用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追根溯源，我去皇宫一趟。小民沈万三叩见皇上。哎，万三兄弟，快起来起来！万三兄弟啊，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在人前，你我是君与民；在人后，咱俩是患难与共的把兄弟。这些礼节该免则免。谢皇上。你看，又来了不是？咱俩是好兄弟，说话不要过于拘束。对呀。哎呀，很久都没有叫你朱兄弟了，叫你一声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朱兄。那我这个做兄弟的呢，最明白你的心思了。每天都困在这个皇宫里面，一定是很闷的。那么这样吧，今天就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为皇上您安排。皇上您呢，就微服出巡，去看一看如今的繁华闹市。在繁华闹市里面，我帮你安排一家最好的酒楼，试一试我们现在最有风味的小吃，如何？好啊。万三兄弟，难得你一番心意。好，那届时朕一定带上你皇嫂前去赴宴就是了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些店的老板都哪去了？这条街怎么这么冷清，这么萧条啊？回皇上，因为皇上不喜欢商人和富人，有的逃了，有的被抓。
有的负担不起沉重的赋税，也就关门大吉了。有这么回事？哎，就算是逃，也等我请完皇上吃完这顿饭再逃啊！哎，蜂蜜啊，蜂蜜，蜂蜜呀，蜂蜜！哎，客官，买蜂蜜吗？哎，您看看这个，您看看这个。您看看这个。请问二位先生，你们的蜂摊摆在一起，蜂香似乎一样，为什么你蜂箱里的蜜蜂万蜂攒动，忙忙碌碌？为什么他那边的蜜蜂却寥寥无几，萎靡不振呢？我家主人每次割蜜啊，只割3成，留下7成给蜜蜂享用。所以你的蜜蜂就欢欣鼓舞，欣欣向荣。是的，是的。可我家主人呢，正是相反，每次一割呀就是9成，留给蜜蜂只有1成。你说这蜜蜂能不飞走吗？蜜蜂尚且如此，何况人乎？我这肚子还真有点饿了。皇上，我们再走没多远，前面就有最大的酒楼了。皇上，请。好。哎，真是奇怪啊，皇上，这里原本是咱们大明朝最繁华的酒楼，没想到连这家也歇业了。哎，看来这顿饭我真的想不省都不行。哎呀，兄弟啊，那照你的意思是想随朕一起进宫用膳了？这反过来不就是变成了朕请兄弟你了吗？哎，不行，那怎么能行呢？万三说好今天请客的，就一定要请客。我们大明朝这么大，关闭1、2家酒楼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不信家家都关。皇上请。好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哎呀，这已经是第10家了，再不开门，本姑娘啊，非把这家店给拆了不可。好，陆姑娘的脾气朕最欣赏，给我砸！就是把这条街都拆了，也要找出个人来问问明白，为何家家都关着门不营业啊？为什么？难道说这生意都不做了？砸！对，开门呐！还有活人没有？本姑娘奉旨把这家店啊给拆了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么多家酒楼，包括你们一家，都停业呢？哎呀，诸位客官有所不知，小店的老板已被官府抓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哎呀，兄弟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你说我请客，最后却来了一家这么简陋的小店，吃些粗茶淡饭。哎呀，真是太抱歉了。沈兄弟，这不怪你，还应该感激你才对呀。不怪我，反而感激我。好吃。要不是你呀，我不知道多久没有看到他吃饭这么香的样子了。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他，恐怕再也尝不到吃饭的乐趣了。哎呀，各位客官，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穿着这么华贵，还竟敢招摇过市。现在呀，官府满街的捉拿富人还有商人，看见你们穿得这么好，还不都得抓起来呀？谁敢？朝廷只是下令抓那些奸商，这些安分守己的商人和富人犯了什么法？胡乱抓人，这大明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也不见得。朝廷的政令从皇上那儿发出的时候，当然是为国为民的。可是层层传达到了那些小官小吏的时候，为了政绩，他们就把皇上的本意给歪曲了。哎，兄弟啊，这仅仅是你自己的猜测，不会有这样的事。确有其事。朝廷的政令从朝廷发出来的时候，是捉拿不法奸商，但是那些小官小吏为了政绩，就想胡乱凑够人数，所以无论是犯法的还是没犯法的商人，甚至是那些富有的人家，
通通要抓，才会搞得现在人人自危，草木皆兵，弄得我们现在吃咸菜。沈兄弟啊，你下面想说什么，我清楚，不过我就是不相信你那种说法，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吧？小别动！把他们全部给我拿下！是。放肆！我等犯了什么罪？妇人都有罪。闭嘴！有话回去跟板子说。嘿，到哪儿去？蹲大牢，或者发配亳州。为什么要蹲大牢？为什么要发配亳州啊？看你们这身穿着打扮，就知道你们是有钱的富人。富人就要去。胡说！你说我胡说，就是在骂皇上。你找打！大胆！见到皇上还不下跪？他是皇上。看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出来微服私访是再正常的事不过了。哀家与皇上都是马上出身，久经沙场，要不是看看你们究竟在耍什么把戏，别说你们这几个小兵，就是再来10倍100倍的，也不够我们夫妻收拾的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还不快滚！是。如今你也应该知道，被关押在衙门里的那些犯人，绝大部分都是被冤枉的。那应不应该沈万三？你笑什么？既然皇上不允许草民说话，那么草民唯有和皇上对笑啊！万三兄弟，我知道你下面想说什么，朕允许你说，不过在你张口之前，要好好想想，一定要用道理把朕说服了，否则就不要开口求朕。皇上，天下4民缺一不可，绝对不要小瞧商人。朕知道，农不出，则伐其食；工不出，则伐其事。现在有吃的，又有事干，天下太平，难道还不该重本抑末吗？没错，农不出则伐其食，工不出则伐其事。不过商不出则绝3宝，绝3宝则……好了，啰里啰嗦的。你随朕一起回宫，到宫里转一转，一路上咱们兄弟俩好好的商量商量啊！如果你能把朕说服了，朕立即宣诏，好吗？好，齐家回宫。适才大家一番努力，可曾奏效啊？天危难测，万三哥被皇上叫到皇宫里去聊天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说服他的皇上兄弟。陆姑娘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请他们扮成商家官兵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麒麟皮下露出马脚，那咱们东家这一番苦心可就付之东流了。你们捏把冷汗，我更是捏把冷汗呢。要是皇上知道这一切都是万三哥安排的，不知道龙颜大怒会闹到什么地步呢？我老实人说老实话，就算皇上知道，也应该明白，东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咱们这次计划的天衣无缝，相信应该能奏效。那些被官府抓起的富商，也应该能被放出来。但愿吧。万三兄弟，你给朕讲了大半夜的道理，朕也都听进去了。朕知道，这些话不是你说的，这些话出自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有一篇叫做《霍之列传》的文章，对吗？皇上圣明，皇上是天降奇才，根本不需要万三唠唠叨叨。只不过万三心里面始终对皇上如亲兄弟一般，请您不要怪我。你现在说什么，朕都不怪你。朕只希望，将来在这世上，如果只剩下一个还仍然对朕讲真话的人，那就是万三兄弟你。
万三一定不负圣意。不过万三还有一些话想劳烦皇上听，想唠叨一下。但说无妨。奸商触犯大明法典，扰乱市场，的确不能够不管。但是将他们收劳发配，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。如今建国之初，民心未定，国库待丰，与其将他们收劳发配，倒不如将他们按罪论罚。这样既可以安定民心，又可以让那些商人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充实国库，一举数得，何乐不为呢？皇上，你说的话有些道理，朕都记在心上。朕也知道，这一切你都是为了朕好。不过兹事体大，容朕三思才行。祖宗在上，请祖宗保佑丽娘，尽快将我哥哥从大牢里救出来，以便及早的为他卸下肩头这副重担。虽然我们苏家的女儿就是男儿，但丽娘毕竟是女儿之身啊。为了苏家的大业，为了我们的祖宗，我一定会尽快把我大哥从牢里救出来。谭祖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丽娘，丽娘，你言不由衷，在你心中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救你的哥哥，因为在你心中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沈万三，沈万三，沈万三，沈万三！不，我没有喜欢过这个人，我没有喜欢过这个人。谭祖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一直以你为榜样，苏家的利益超过一切。谭祖，谭祖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在你心里，你有沈万三，沈万三，沈万三。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在你心里有沈万三，沈万三。你不要逼我！你拜过祖宗了吗？不！你拜过祖宗了吗？你不要逼我！你们不要逼我！不要逼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万三兄弟，你现在有的是钱，连我大明朝的官员都不如你神气啊！不错，我大明朝一个州府之官，年俸收入也就几百担大米，就是一个大将军也就1000多担，不如沈兄弟的一个商行。就是那些王侯，一年收入的大米也就10000担左右，确实还不如你天下第一米行的一个粮仓。娘娘，皇上，我们做生意人的辛酸苦辣，一句话概括：有苦自己知。你说过不用朕给你封官，自己用钱财当俸禄，自己封自己，这叫素封。凭你现在的财力，能为自己封一个王侯，而且你这个王侯还是逍遥王，不必像朕一样整日发愁啊。您现在已经是万万人之上的皇帝了，您还有什么可愁的？我是为国库空虚发愁啊，是为没钱建筑京都城墙而发愁啊。
谁叫我和你一起蒸过牛奶喝呢？你愁，我也不好受啊。这样吧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为你分担一半忧愁，也是为我们大明的子民做一点事。万三兄弟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决定拿出巨额资产和你对半筑城，你的城墙我帮你筑一半。万三兄弟，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可不是说说玩的。大丈夫为国为民在所不辞，更何况为国为民之外，最主要的就是为兄弟。如果我的兄弟不是当了皇上，我沈万三就是再有钱，1/10的城墙我都不会筑。我敬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其实啊，想捐造城墙的人大有人在，但是你和朕是结拜兄弟，所以朕决定把这个好人让你去当。当然了，这也会是你破费几千万两银子啊！谢谢皇上抬举。既然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商人愿意为国家效力，那足见商人当中，并非全部都是奸商。皇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将牢里面的商人都放出来？听说有个姓苏的富商总是跟你过意不去，明争暗斗，朕就把他押解进京。这个小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奸商，难道他也放了？敢问皇上，除了我的原因之外，他有没有触犯大明法典？朕是为了帮你。如果只是为了帮我的话，恳请皇上将他放了。那你不恨他？恨，但是恨归恨，国法归国法。如果我仗着皇上是我的8拜兄弟，我就乱了国法，那么第一个该杀的就是我沈万三。再说了，做人不能够太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处死一个死敌，我不如宽恕一个死敌，多一个朋友，岂非更好？难得万三兄弟深明大义，更难得的是你的宽宏大量。皇上，你就成全了万三兄弟的美意，叫人放了吧。好，那我就把他放了。那么现在咱们就商量一下建城之事。好啊，朕想建一座世上最大的都城。你来看，这好比是都城应天府的东面、北面、西面由朕负责建造，南面由老弟你负责建造。相比之下，这还没有一半呢。北面有富贵山、富州山、鸡龙山、狮子山，西面有八字山、清凉山、野城山等。而在下负责的正南和西南部分正处于低洼地带，无山可靠，城墙必须修得特别高才行，所以工程量绝不在1半以下。哦，怎么还想与朕讨价还价？乔民不敢。哦对，还有进度。进度吗？好，既然沈万三与皇上对半筑城的话，那么沈万三也可与皇上一笔快慢。一言为定。荣幸之至。